今天去往大英博物馆的路上路过唐人街，全世界的唐人街都差不多，永远是餐厅是主角。羊城小饭馆。相对简陋吧。这还有一个赌场。OK， 简单感受一下就可以了，不往前走了，还是走到 Piccadilly 街上去。这个特别这个有这种古建筑感的这个就是个剧院啊，就是哈利波特的一个音乐剧的剧院。昨天晚上我看的音乐剧叫《歌剧魅影》，也没有看这个，因为我本身我也不是哈利波特迷。这一片全是各种各样的剧院，每个剧院就演一个节目啊，不是说老换节目那种。这里是伦敦的大英博物馆，跟我想象的不太一样，我以为像卢浮宫那样外面有个大广场。没有那么大。最近这个地方又出名了，在中国，因为这个文物里人出名了。今天应该能看见那件文物。OK， 进去看看。大英博物馆参观是免费的，进来以后是埃及馆、希腊馆。全世界的文明都是类似的，就是这种名器、青铜器，这是希腊的米罗安时期的文明。古希腊的文明和埃及文明有千丝万缕的联系。古希腊人呢，也是在过去也是在埃及也是经常有活动的。这个石棺也很精美，上面的壁画，这一组雕塑是在一个阿波罗神庙里面，明显看它是切割下来的。所以说，大英博物馆这种偷盗的传统一直都有，不光光是中国的啊，全世界它都偷啊。就是一组非常精美的浮雕。是从阿卡迪亚的一个阿波罗神庙切割过来的，那它这个刻得很棒啊！单独为这组雕塑做了一个单独的展示。这个就很有名了。如果你去过雅典的那个最高的那个山啊，就是有那个阿波罗神庙那个山，其中有一个神庙就有这个6个这样的女神柱的。其中的一个就立在现在这个位置，所以说雅典就是一直在跟这个英国要这个啊，英国就不还。剩下的5个在雅典博物馆里面。这也是希腊人的痛啊！如果你看过这个法老的那个电影，这就是电影里面那个甲壳虫的形象。
就很恐怖的那个甲壳虫，几千只、几万只那种，这是它的一个雕像。这是尼罗河上的船，船上面坐的是埃及的女神，这是埃及馆了。那么埃及馆在整个大英博物馆里面占的比重还挺大。这应该算是镇馆之宝了，罗萨塔碑，非常非常有名的一块碑啊。那么通过这块碑破译了古埃及的象形文字。今天是亲自看到它的原貌了，有点小激动啊，因为会在历史书里看见它。它最初是由拿破仑的士兵发现的，后来打败了以后被英国海军给收走了，现在放在这个英国大英博物馆里。这是一个古埃及一个皇帝的女婿啊，应该管他叫什么？皇帝的姑爷啊，他的一个墓的上的一些刻字。一般来讲，埃及人刻字都是刻他身后的生活，对吧？叫 afterlife， 死后的生活。但这个比较特殊一点，这个记载了他生前的一些事情，包括他生前享受过哪些荣誉啊之类的。你可以仔细看看这个象形文字，埃及的象形文字。所以说埃及这边也是深受这个大英博物馆的这个荼毒啊，宝贝都给偷到这边来了啊，还是很震撼啊。刚才我也学了学啊，有些字母代表什么意思，哪些符号代表什么意思。这个雕塑也是经常可以看见的，在埃及的一些文献上面，还有杂志上面经常看见的。它的这个原型就在这里。如果你也喜欢玩游戏的话，对这种城堡的门就会不陌生。这种城门，你看它这个门是木头的，但是中间有这个金属部分来加固。过去的中世纪的这种冷兵器的战斗，这种城门不少见。这边是重要的铜构件，青铜的。这还不是中世纪的，这个是公元前800多年，巴拉维的城门，牛叉了啊！2800多年的门，可能这个应该是复制品。这里是一个钟，这个钟呢在大英博物馆的欧洲馆里面，异常的精美，而且非常巧妙。就看这个它的介绍，它到了时间以后报时的时候，上面那些人物都是可以动的，然后这个船帆也是可以动的。哇，这真是叹为观止。所有的一切都是为了中间那一点点那个钟盘，其实它整个是一个大秀。真棒。这边有一个很大一片展示，我指的是欧洲。我就很奇怪，英国他为什么不拿出长史来讲他自己本土的这个历史？后来我发现，的确他本土没有什么一个完整的东西，因为他历史上来讲是被各个人种啊、民族啊统治过，所以说他很难讲一个单独的一个英国的历史，所以他避免不了的要和其他的在一起讲。比如这里有个维京人维京人的历史，然后整个他就干脆就把他国家历史和这个整个欧洲放在一起讲得了，所以干脆就立了一个展史，就叫 Europe 啊。那么讲 Europe 其实就是讲王室和教会，贯穿他们整个历史。
这个有点意思啊。可以看这个右边这个图，这个右边图是它复原以后那个样子，左边呢是它考古发现时候的样子，它的一些组件，就这点它的这外面它的这个甲胄是什么样子的，经过还原以后，右边这个样子，啊，是不是很有意思？这里有个干尸，但它不是木乃伊，它是自然形成的，是在埃及发现的。它的死因是因为它的肩膀上的一个伤口，看见没有？肩膀上。看一下，它的胳膊呢？然后它呢有5000多两。这个位置，这个位置。刚才看到那个是干尸，现在看到是木乃伊。那个大英博物馆还直接把它拿出来放了。这个，但是它这个箱子是密闭的，有恒定的温度、湿度，它保护的还是很好。啊，你看这里啊，一家子齐了，我看，这应该是一家子吧，齐了，都在这儿了。是个牧师啊 ，The Priest of Amun， 祭司。你看这是过去的手稿。如果按照这个《刺客信条》里面说的，这个应该是沙草纸。也是要在埃及这种干燥的地方能保存下来吧，我想。跟古人对话，对吧？木乃伊除了人以外，也有动物。像这里是 Sacred Bulls， 神圣的圣牛。我曾经看过一个纪录片，还发现过猫啊。猫还是比较少见。可能这个还是比较常见的。刚刚说完猫少见，看来有不少见啊。那这里还有发现有猫、有狗、有鱼，还有鱼啊，鱼的棺材是这个样子，所以很有意思。应该还有狗吧，还有其他的一些动物。这里是大英博物馆的第33号馆。也就是中国馆和南亚馆。南亚主要是以印度为主，那么一进这个馆，直接面对的就是这个照壁，就是在山西或者陕西发现的啊，因为读音都一样，从那边运过来的，两边是景泰蓝的香炉，香炉是清朝乾隆时期的，那么这个照壁呢是明代的。那么这里呢是布袋和尚，1484年，成化年间。展馆进来以后，从右侧开始，一直到左侧啊，随着这个年代的越来越近而排列的。你要从这边开始，从右侧开始，然后你转一圈，到这边就是最后结束。居然有一件我老家的文物流落于此啊！这是随州的曾侯乙的编钟，它不是原建在湖北吗？怎么跑这来了？哦，误会，这不是曾侯乙的编钟，这是在陕西或者山西发现的一个编钟，只是说这里的一个照片引用的照片是曾侯乙的编钟，猜的胡说八道啊！这里是公元900到1100年，应该是在唐朝啊，唐朝这个阶段啊，唐宋这个阶段。你看它的这个小肚子啊，所以现在人也没必要有这个减肥焦虑啊，菩萨都是这个样子，都是有肚子。到这边就应该是唐朝的东西，这边有那个唐三彩、镇墓兽啊这些东西，唐三彩。这是一个辽金时期的这个木雕的观音菩萨，
哇，线条很漂亮。流露于此。这边还有一尊，这边还有一尊，也是金代的。国之瑰宝。也就是说，大英博物馆不光光是从中国偷，它从全世界偷啊，包括这个壁画啊，整个抠下来的，太过分了。这个是在我们国家的清凉寺发现的。这里是中国馆的玉器馆。那么这就是最近特别火的那个壶，那个玉壶，也就抖音上那个文物里人的那个第一座啊，就是这个壶，确实漂亮。放大一点看看。